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下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张无为、刘辉都是今年的新朋友，请回头。帅哥打帅哥，我选张无为啊。你们2个之前认识吗？认识，但是其实是在上海认识。对，其实是在上海认识的。我是学播音的，他我是学表演，互相探讨，互相学习吧。因为我俩专业也不太一样。其实咱俩这个组合应该叫什么？播表不分家。播表不分家。还有就是我俩想在一个更大舞台上去展示一下自己了。这种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了。那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演员，之前一直在说演员，但这位真的是一位演员，而且平时就喜欢端一点这个霸总的架子，而且也走了一些颜值的赛道。请注意啊，这位霸总真的能成功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掌声有请张无为。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无为，谢谢大家。大家做到现在还蛮辛苦的，知道想看一点快一点的表演，满足你们。我是演短剧的，短剧演员。来讲脱口秀，身为脱口秀一句 slogan 很吸引我，人人都能讲5分钟脱口秀，太吸引我了。我没试过1集5分钟。毕业脱口员都抱怨5分钟太短了，不够讲述自己的人生。我说足够了，5分钟我一般重生了。去年短剧不太好干啊，挣不到钱，我妈就让我回老家山东摊牌了。朋友们，这个短剧演霸总只是我一个兴趣啊，实际上我们家自己有企业。我妈很厉害，我妈在山东卖馒头的。馒头在山东饭圈顶流。我妈那个店很大，100多平，8个员工，营业额最好的时候1个月只亏1万。叫我回去很简单，和面大姨不干了，让我回去和面。我说妈，你怎么想的？你儿子当了一个短剧演员，天演霸总，回去卖馒头，丢不丢人？我妈说儿子，妈看过你演的短剧，那个更丢人。你回来吧。我说，行吧，女人，再宠你一次。2个星期宠不动了。早上6点起来和面，6点和面就一个想法，不活了。我觉得我人生应该是当明星做演员，差一点应该是走 T 台做男模啊。现在天天做模，受不了。我还想回去演短剧。我妈说你是不是脱不下你总裁的西装？我说妈妈，咱们已经亏6万块钱了，已经不是你儿子脱1件衣服就挣回来的，需要带围裙啊，需要带围裙干点活。哎呀，有趣。再说我天天在这和面做馒头的话，那我之前用功读书算什么？这话给我妈问住了。我妈说：“你哪儿读书了？你高考300来分，用功读书怎么会从你的嘴巴说出？”而且儿子，360行，行行出状元，都听过这句话吧？但朋友们，我觉得状元之间是有差距的。程序员状元比尔盖茨，金融状元股神巴菲特。我去网上搜了历史上做面食最有名的男人，搜出来5大郎。但是除了和面之外，我会给我们家一些别的一些生意上的建议，因为我商业经验真的很丰富。之前演短剧的时候，我分别在 A 城、龙城、金港当过总裁。我说妈，你不能光发展这个实体店，线上外卖渠道也要拓展一下。但真的上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朋友们，外卖不能单价太低，一个馒头5毛钱。20起送，来了一单，清仓了。这是没用券的情况下，用了券20块钱60个馒头，60个，你很难说这是外卖，这是粮草。
我也问我妈，我说妈，会不会咱们6升馒头送到了，已经不热乎了？我妈说不会，儿子，因为咱们家用的是淘宝闪购。淘宝闪购送货超快，比短剧都快，品质有保障，用券更划算，大家都爱用。我说淘宝闪购有趣，你有资格做我张维的合作伙伴。虽然现在没戏拍，但在生活中会演一点短剧啊。因为闲的没有戏拍，不光我没有戏拍，我身边那些演短剧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戏拍，被 AI 短剧冲击得很厉害。哎，我看一圈之后，我发现居然做馒头最稳定，这是我的基本盘。真的，他们天天吃不上饭，我天天晕碳。我妈说：“儿子，你才想到，妈早就布局好，你就在咱们山东和一辈子面，活到老，活到老。”咱家不怕被 AI 冲击，因为咱们家自己做豆包。之前讲完这个段子，老有些观众问我说：“张维，你家店在哪儿？看完脱口秀想买点馒头支持你一下。”感谢大家，但是我家店呢离演出地方很远。你说你看完脱口秀坐个小地铁就会买几个馒头，没必要啊，没必要。我一般会把馒头带过来，现场卖，给观众挨个发馒头，饭撒。饭撒结束了，霸总讲这里，谢谢你们，我张维。谢谢张无为。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张无为。青岛老乡哈啊，对对对，青岛老乡。其实青岛这个男孩的基本长相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笑什么？这博客让我们误会了很多年，是吗？这一屉膜不一定长得一样。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粘馒头，它有没发起来的，还有的是粘了锅边的，你知道吧？一撕下来都不一定那么好看，但好吃是一样好吃的，你知道吗？其实他说的这个生活，我十分能理解，包括他说他现在的生活境遇，因为可能我们平时去表演，你说做影视演员，他有一定的难度，然后我们去做短剧的演员，又碰到了行业现在的种种的状况，但你依然能够有勇气继续再找到一个赛道，再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确实挺钦佩你的。谢谢黄渤老师。作为一个霸总，能放下身段啊！没啥霸总，我现在主要是卖膜，现在就是作为一个霸模。其实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是一个不顺畅，是一个磨练，但是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积累经验，积累生活素材。现在是把壳都有了，其实里边还可以再装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对，今天唯一遗憾就是，演过了，其实在开玩笑，但大家真觉得你这人怎么那么自恋？就是其实没有，我解释一下，我害怕网上说弹幕说这个男怎么这么油，不是开玩笑，我没演好而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理解。没有无为，你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其实你就演霸总，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觉得你会油腻的感觉，你反而是一种大家知道是你在表演。但我们那场第一场看的时候，我觉得能感觉到你是特别自信的，但今天你演着演着，好像自己就那个气儿已经泄掉了。我看大家就我就有点心虚，就是不是，这主要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就有点害怕，我就好好再研究研究吧。确实这个玩意儿确实不太一样，不同表演风格。别泄气，别泄气。对，我是觉得不用怕，既然已经在台上了，这个舞台已经交给你了，这个舞台就属于你。就刚才我拍灯，就拍在你刚才你说你那个什么短剧，我看完你短剧更丢人，我知道，丢人。当时就已经很丢人了，当时一拍灯，我说确实丢人。这不是我拍的意思，就是说你敢说出来。其实演员有的时候就会面临这些东西，就是不知道是丢人还是不丢人。然后我觉得短剧也是，其实最终。就是又回到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最后你妈妈教给你，你那个面要怎么和，馒头应该怎么办。其实她教给你的就是生活的一些哲理，就包括我们的职业，其实也是一样，慢慢来，对不对？这个都不怕，所以我希望你更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职业，更勇敢的去对待自己的舞台，不怕。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其实就还是运用咱们蒸馒头这个学术词汇，就是咱不能跑这气嘛，这个一跑了气，它不就蒸不熟了吗？对，中间你不能接盖儿。确实是这样子，这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其实啊，其他人都无法和当时那刻的你共情，因为我们没有站在这个台上，是吧？其实这是一个行场。是吧？你在这儿，你到底是你接受是这喝彩声，还是说是吧？这种气氛都很不容易。但我觉得没问题，你都能是吧？脱去西装，换上围裙，你反正还能接着往后，你鼓起劲儿来接着干。没撑住，就是没事，就是回一边和面一边想吧，就是没事，你别怕油，你吃口馒头还能解腻呢。其实可能就是创作上差那么几句话，因为你一直在聊自己做演员，回了家做那些你自己觉得不适应的工作之间的这个矛盾嘛，那可能就是把这句话明白的说出来，告诉大家，然后你在里面的不适应，大家也就知道我应该站在或者我坐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感觉是大家在过程中也有点犹豫，哎，我是应该嘲笑哪个你呢？就是因为咱们在舞台上是确实接受嘲笑嘛，我是应该嘲笑那个霸总的你，还是嘲笑和面的你？我觉得观众可能也有点摇摆，然后始终，加上咱就5分钟，可能就是这个消息。是的，没事都能解决。好，谢谢庞庞老师，谢谢。好嘞，谢谢张无为。那跟无为对决的这位朋友是今年的新朋友，很巧，第一轮的时候车轮战2个人就正面交锋了一次，他从无为手里拿走一块复活金牌。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位朋友不光是摄像机很难捕捉他，这观众有时候也找不着他的气口，所以开始前总让我跟大家友情提示一句，可以呼吸。为什么这么说？咱们自己看。掌声有请刘奎。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其实我不认识你，没事啊。大家好，我是刘奎，欢迎各位，欢迎。自我介绍一下，很多朋友不认识，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点不一样的话题。今天跟各位聊一下教育 ，education。我受过教育。但是我从小受的是我妈那种非常高压严苛的教育。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孩，我现在是开智了。我小时候非常的内向，我为了锻炼我的外向自信大法，我妈就从小把我送去学那个少儿口才班，学习朗诵，学习表达。我跟我妈说，妈，我不想上。我妈说，儿子，你上这个课之前你还叫刘奎，你学出来你就是康辉。各位，我当时才5岁，我不认识康辉，我是菊萍伪粉。但是各位，少儿口才班里面完全没有那种什么小康辉、小菊萍，都是像我这样的小疯子。那个少儿口才机构教的内容非常的刻板，大家肯定有在网上刷到过，会要求每一个小孩读任何的文章都要打起精神。但是各位，5、6岁的小孩，他们把控不好那个精神的尺度，就导致每一个小孩一开口朗诵，精神状态都不太正常。我们小时候就是20多个小孩，每一个人一开口没有一个内向的，每一个人一开口都是。我上课的时候，我特别想告状，我想说老师，他抢我氧气。回头一看，老师已经在后面。我们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非常的刻板。比如说，非常多的文章，大家小时候学过，第一个字儿永远是啊，春天。你感觉小孩朗诵以前都要先整一口。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春天是53度。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要脱腔甩调。读5字古诗，重音都在第3个字。静夜思都这么读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各位没有逻辑，因为你要是把床前明月光翻译成大白话，你说的就是你看天上有一轮月亮，这就没有逻辑的，这玩意儿没逻辑。哎，压根儿不需要花钱学这玩意儿，对吧？不就第3个字就是重音吗？但各位，你们今天来找了，今天刘奎老师免费给你们上课。今天全场3秒钟学会少儿口才，同学们上课。下面开始，全场跟我一起举头望明月，来举头。你听听，和狗叫有什么区别？
我都怕这帮小孩长大之后偷偷来到现场看我的脱口秀，我在台上讲一个段子，他们在台下哈哈哈哈哈。哎，这个梗很有讲究的，这个梗说明5哈里面只有一个重点。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哈的重点邓超老师，让我们把特别好，对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学东西一定非常刻板。你比如说，我们不懂文章的意思，老师为了让我们更加精准的表达，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字儿都精准到我们的手势动作上，就导致我们的朗诵特别像在练武术。我们小时候一篇文章就是这么朗诵的。自从那一天，我的妈妈发现了我。一堂课上下来，口才没学会，肩胛骨都骨折了。我是5岁上的那个机构，我带过那个机构的标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标语叫"学习艺术，报效祖国"。我说你这样，哈哈哈哈哈，祖国只会报效。对吧？我不仅学过少儿口才，大学我学的是播音主持，我也兼职过少儿口才老师。很多家长就不负责任，把孩子送到我们2楼学少儿口才，自己立马去1楼打麻将。就是孩子们在楼上千磨万击还严谨，父母在楼下扔耳东西南北风。我们就是这样学这些东西。我是按照我正常的方式教孩子，平时怎么说话、怎么做事就怎么朗诵，没有这些假模假式的动作。不到1周时间就被家长投诉了，说我教的不够认真，说我声音不够大，动作不够大。我当然就跟他说了，你觉得声音大，动作好，你怎么不这样？你怎么不这样跟我说话？他给我来了一句，他说我这么大人了，我可不来。这就是家长的态度，觉得孩子不学点什么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孩子教出来是假大方，家长也是真小气，因为有非常多的兴趣班可以选择。我都猜到家长在家里怎么交流的了。老公跟老婆交流说：“哎，咱给孩子送去学钢琴吧。”不买，钢琴那贵死了，要买5、6万呢。那送孩子学吉他，那不买吉他，吉他需要买吉他那1、2千呢。那送孩子学口才，口才只需要买水，还有氧气罐。对吧？真是的。那他们在这交流，那学这么多东西都要花钱，那别学了吧？那不行，得学，总不能给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吧？咱家长就是这样的态度。现在学口才甚至越来越小了，甚至你们上小红书搜，不仅有那个少儿口才班，甚至有那个胎教口才班，就是给正在怀在肚子里的宝宝听那些朗诵的音频。胎教口才班，我都怕孩子羊水呛着。你指望以后孩子教出来怎么办？教出来之后就会大大方方，很会来事。以后别的孩子出来都是喂喂喂，你家孩子出来第一句，哎呀，爸爸妈妈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各位爸爸妈妈，哎呀，哎呀，哎，这个是葡萄糖是吧？哎，我自己先罚一袋。哎，爸您慢点，这脐带别绊着您。哎呦，真的是。哎呀，这位是王医生是吧？感谢你把我带来这个事，听我说，谢谢你，温暖了四季。所以朋友们，你看。学少儿口才这些东西真的没太大的用处，很多机构教的内容就是刻板。你学了以后，你教不出，你成为不了小康辉，成为不了小曲屏的。你学20年以后，你顶多能成为刘奎。各位，不管就是一个纯流水的生产线，管你什么不同性格的孩子，管你什么 INFP、ENFP， 教出来都是我这种 ADHD。就是我理解家长的焦虑，各位，因为家长老跟我说一句话，说自己家里没背景、没资源，得靠孩子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加的外向、大方、热情，才能被喜欢。我说 OK， 我理解，但是没背景、没资源，那不是你的问题。干啥要把压力给孩子呀？对吧？按这个逻辑，你应该去提升背景；按这个逻辑，你应该学少儿口才，对吧？你别让孩子天天学什么举头望明月这种东西。你倒是在你们部门聚餐的时候，你说今天我买单。今天的家长会就开到这里，我不是康辉，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刘奎，喜欢刘奎这段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刘奎。怎么样，乃文老师，这个又不太一样哈？不一样，这个让我还久久的在沉浸在他的这个表演当中的同时，还真的在反思哈，就是咱们的这个少儿班，这个包括教朗诵啊、表演呀，就是目的是什么？让孩子自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不能有那种
过分的模式化。我觉得这种模式化可能是一个误区，就是老师也觉得这样是对的，家长也觉得这样是对的，反而是把孩子给害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但是我跟你说，有一点很厉害，平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啊，就是语速适中，跟人物合适是 OK 的。语速快呢，它在一定的频率上快到这个地步了，很危险，因为经常容易断了以后下一句是什么的很难能够接得上。他就是有这个天生的这个能力。我跟你说，就比如说他的稿子拿起来，如果跟凯峰的比，应该比他长不止1倍以上，应该是。同样的时间段，看来那班上的还是对的。对，我觉得这个他整个演完了是，应该说叫身心俱疲，应该是。所以说这就是小时候上这种班上的多的，你知道，现在就是欢迎你来看群星闪耀时。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这样反正说不管说分数能不能上200，我觉得刚才的心跳应该已经过了200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上次刘奎的表演更疯一些，今天还算收敛了一些，对吧？上次燃尽了，燃尽了哈。你累吗？现在？那他们说累，我累。因为我之前就是和你有同样的一种感受，我每次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群特别可爱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在朗诵或者是在唱歌的时候，他们都会同样的速度在这样摇着头，然后所有的笑容都是模式化的，我当时就会很心疼这些小朋友，因为他们都被规训成了一种样子。而且有一个其实挺离谱的，就是非常多的那种宣传机构的视频，那些老师在视频里说话也完全是这样，什么播音主持应该怎么学，家长听我讲这3点，他们也是故意用这样的腔调说话，是因为这样非常好去骗到那些不懂这些想去单纯改变孩子说话腔调的家长，非常容易骗到这些人的钱。所以你这段很有意义。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讽刺那些特别不负责任的家长，就是你根本没了解清楚到底是一什么事儿，而且我觉得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怎么今天来教大家什么叫表演，可能那些家长还真就想让孩子成为这样的人，他觉得这才算学到了。你要说去完之后说，哎，还跟平时一样，可能要觉得这钱花的不值当呢。我觉得这个能给大家提供一点警示。但是刘奎，你开的不是真正的家长会，真正的家长会给孩子选皇家美素佳儿奶粉，3重真萃3地育护，宝宝底子打好才能大大方方勇敢闯世界。以上我所说的全是重点。好嘞，那我们把张无为也请回舞台中央，我们看一下这组好朋友之间的对决会是怎样的结果。恭喜刘奎175票。那按照规则，我们要先请张无为前往待定区。满分10分的话，给自己打5分，不是那样节奏，也不是那样的临场反应，我自己应该能做得更好，但上台有点乱了，有点慌了。那我们也恭喜刘奎直接晋级。从小接触的，家里干主持的，我妈我哥都是主持人，有时候有些电视台的活儿，然后有一些就是在比较下沉一些地方主持商演啥的。伟呀，他们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但是的确从小被训练了，从小上这个课有一个好处，我口齿清晰，然后完事儿我表演风格语速又超级快，就是我能快的同时让观众听清，这可能是好处吧。你们没想到对脱口秀有这种。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我们俩的画风是小学风，觉得他很可爱，小孩2年级小孩2年级很准确。那你可能就是5年级半，5年级下学期吧，学姐的感觉吧。你像谁？刘星。哦，像。哎，那就是刘星就是小雪。我当鼠标吧，还是当他好朋友吧？我们的组合是巴拉马，梆梆梆梆，巴拉马，巴拉马，怎么自己倒落了？就是没有节奏感，咱俩在那儿。来，3、2、1，我们是巴拉马。
这个舞台上，其实我想想，好多朋友都开始讲年龄的焦虑，讲中年的一些感受，但其实啊，终于有人也该来讲讲青春的疼痛了。我们掌声有请巴拉。巴拉啊，我叫这个名字，大家就不难看出来啊，我爱看言情小说，对，喜欢左耳离巴拉。今天是我离巴拉最近的一次，因为真的很爱看言情小说，我身边的朋友就会教育我说，你越看言情小说，你就会变得越蠢。我说你从哪儿得到这个观点的？他说我刷短视频刷到的。OK， 就我看书，他就是想放松，逃避一下现实，幻想一下。我不想白天和男朋友吵完架，晚上回到家还要打开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不想看霍乱的爱情，我想看那种乱的爱情。是那种乱的，一看我就火的爱情。然后青春期的时候，身边所有人都在看言情小说，结果一考试，他们就突然读过名著了，开始在那个作文里引用名人名言，只有我在那个作文里写，我说饶雪漫曾经说过。完蛋了，老师给我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就不会得高分。但是我总结了一下啊，饶雪漫不行，你要把名字改了，你改成鲁迅、泰戈尔、列夫·托尔斯泰。朋友们，推荐列夫·托尔斯泰啊，因为他名字比较长，一写一行。我就写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很有深度，引经据典。但这句话是周崇光说的。周崇光，我们《小时代》里的大作家。我也尝试过读一些好书啊，但是那些严肃文学的书名，一看到我就不知道他想讲什么。哎，一句顶10000句，一节比6节强。感觉像是我妈会跟我说的话，说我说你一句，你顶10000句，是不是？啊，言情小说的名字多直观呢，一眼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霸道总裁小娇妻的第99次出逃，哎，这才是一句顶10000句啊！但其实看言情小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影响啊，因为我很痴迷于那种霸总、黑道、强制爱。就我会幻想自己像小说的女主角一样，娇弱、洁白，被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扯入怀里狠狠爱。还有更恶心的，确实喜欢过一个男生，因为他是那种传说中会打架的混混。我很喜欢他不穿校服，在校门口假抽烟。你知道那个校门口烟雾缭绕，还挺帅哇。他假抽烟不过肺，还挺健康。他那个烟呢，都是顺的别人的，还挺持家。而这种男人，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啊！你打着火机，他自己就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会在笔记本上写自己的小说，然后用他的名字当做我小说男主的名字，但他叫王强。就叫这个名字，你就感觉顾里不会爱他，顾里会顾他。顾里会跟他说那个，就是你那个外卖放门口就行了啊。我会每天跟王强一起坐公交车放学回家，然后就在那个公交车上幻想，说这个时候上来一个劫匪，我为了保护他替他挨一刀，这样他才能永远的记住我。我就幻想我躺在那个公交车那个血泊之中，他这样搂着我，说：“丫头，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
我叫巴拉，巴拉，我记住你了，波阿巴勒阿拉。但公交车上有点太安全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就不会永远的记住我了，但我真的会永远的记住他，王强。他逃票。有时候真的觉得文学和现实就是有一些跨不过去的鸿沟。文学现在在我眼里已经变了，文学现在在我眼里它是人性之上，泡沫之下。前年夏天回母校看望老师的时候，有偶遇这个男生，但当天我也不知道，我很狼狈，也没洗头，我就临时在校门口找了一家理发店，他给我洗的头。我就在泡沫之下。他当年毕业就去学了美容美发，我很想问问他为什么没有成为我想象中的那种很厉害的大人，但我转念一想，算了算了，巴拉何苦为难王强呢？都不容易。我那一刻意识到，我们好像都不是言情小说的主角，言情小说长大了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严肃文学，我们都变成了严肃文学生活里的主人公。我稍微有一点点恍惚啊，好像回到了那个我们戴一个耳机偷偷看左耳的自习课上。我就问他，我说王强，你还记得左耳吗？他说别提了，左耳洗了100多个头。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巴拉。谢谢巴拉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左票。小马和巴拉这组选的，感觉都是和我有关系的人。冲你来的。我刚才听到你中间说，你说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很娇弱、被强制爱，那跟巴拉不像啊。就是幻想，就是看过很多种小说的类型。对，我叫巴拉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为了爱情牺牲的感觉。那你觉得左耳和你说到一些霸总的那个，你觉得是同一类型的？是不一样的啊，好，不一样的。谢谢。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左耳是我心里青春文学的巅峰。哎呦，谢谢。就是小的时候看言情小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无论是左耳也好，还是你说的那些霸总也好，不必有什么羞耻感。你没有那个好奇心，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感情观。是的，我觉得这个话题选的也很好。恭喜巴拉。大林有共鸣吗？我很好奇。你看言情小说吗？我小时候都是被朋友推荐看过，不是特感兴趣，但也看了。而且我觉得这确实没什么可羞耻的。那你非说这快餐，你得这东西里头富含多少种微量元素，什么多营养，有多少维他命，这也谈不到。咱想要完成的使命不一样嘛。啊，我觉得挺好。上学的时候呢，我也愿意跟王强这样的人搞好关系，这样他能保护我。给我推荐了一本言情小说，叫《会有天使替我爱你》。然后我还真看了啊，因为王强让我看，我不敢不看。但也还行，你就当故事书看也挺好。但是博哥，您跟乃文哥这个年纪，那会儿有这个言情小说吗？看吗？我没看过，我看的全是古龙和金庸。其实没必要去批判吧，就是存在即是合理的。就是我现在觉得很幼稚的事儿，我小时候那真的是乐此不疲。但当然每个人都在成长，就刚才你说的时候，就我能感受到你的感慨，我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感慨，就是每个人他都得有成长。是的，言情小说确实是我青春里比较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现在在这说，我觉得都有点奢侈在那儿。说你现在看什么小说？你现在但凡看见一个孩子还在那拿了一本书在那翻看，你都觉得哎呦这孩子真好，真是。你看都不在那刷短视频，都不在那，你还在那看，你就觉得挺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青春成长的时候，其实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营养一样。就跟小时候他喜欢吃泡泡糖，那泡泡糖带给他快乐啊。再大的言情小说，在这个荷尔蒙以及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它就是必须的营养品以及心灵的慰藉品啊。对你来说，慰藉品是武侠小说，对啊，对，它都一样，这个都挺好。您其实头开挺好的，我挺想听听这怎么多乱的爱情啊，就是他后边是吧？我其实挺期待您能把您和王强这，哪怕咱虚构呢，是吧？你真编一个特别稍微 drama 一点，稍微王强的故事。
对，类似你幻想的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可以是重点。我也有同感，可能我的感受是，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多，丰富的阅读的经验，可能你直接跳到评论或者直接跳到第三方去观察的那个视角，大家可能上来少了一点点的这个带入的那些部分。不过还是很精彩的表演，谢谢巴拉，请你来到休息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名字里带个小字儿。其实长得也挺有童年感的。上一次我们说这好像从《家有儿女》里走出来的一样。稳住演，稳住演就行。我们有请小一码的小马，欢迎。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马，28女生啊，不像对吧？像刚做完值日的。巴拉前面说的这些书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但我更像爱看小马宝莉的。我之前是个跳水运动员。谢谢。确实长得比较小，我朋友就很好奇，他说：“你们练跳水的是不是都长这么小？”我说：“你问归问，不要比划。”这什么意思呀？啊，我们平时都住精灵球里是吗？到我上场的时候，教练说就决定是你了。我是个10米跳台的运动员，然后12岁得过亚洲锦标赛冠军。不用太惊讶，因为跳10米就是这样，越小越有优势。我们是唯一一个小孩吊打大人的体育项目。我去国外比赛的时候，外国选手都吓坏了，看见我之后 ，Oh my God, so small！ 我拿了冠军之后正开心呢，教练就开始担心我了。他说：“哎呦，你这以后可咋办呢？”哎，拿了冠军之后不知道该咋办了。我是翟佳宁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担心我的发育期，因为他见过很多跳台的女运动员，遇到发育期之后就会长高、长胖，成绩开始下降。我知道发育期挺吓人的，但没我教练的嘴吓人。小马12了，咱日子不多了。你知道多少女孩前2年好好的，到了15、16岁，人一下就没了。水里是有河童吗？我确实是从15岁开始进入到了发育期，发育期最明显的病理特征就是馋。你们吃过15岁的饭吗？有一次在食堂，我教练拿着块炸鸡，他说你要吃了这块，你就得跑3公里。我听到的是，只要我跑3公里，我就能吃了这块。那天我跑了个半马。我确实很难控制住体重，2个月从80斤长到了90斤，胖了之后人变得很可爱。大家见过猪猪侠跳水吗？水花也压不住了，比亚锦赛那会儿跳下去，教练说什么时候跳下去的？没看见，小刺客。发育期来了之后，教练说什么玩意儿跳下去？小坦克。我跳水比讲单口炸多了。最怕就是去外地比赛，你不一定开到哪个好吃的城市。最怕去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去了就胖。教练说你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上回去杭州也没这样呀。回来之后就开始减肥，为了减肥，经常练完之后不吃饭，饿得我满眼冒金牌。教练很挑剔，胖了说我跳不动，瘦了又说我没劲儿。我怎么样才能做到既不吃饭，又能一直有劲儿呢？咱是反兴奋剂的呀。所以有时候太馋了，就会跟舍友一块儿偷吃一碗泡面。
我们怕味道飘到教练房间，我们就在阳台把窗户打开，开始通风。但是冬天太冷了，冷风吹着，我们4个人围着一桶泡面，开始发抖，开始流鼻涕。我们4个人就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开始4盛1碗红烧牛肉面。就面已经很不够了，最烦那种队友拿那个叉子在碗里面转呐，给我气的。我说好了转1周，你为什么要转3周半？这是你这个年纪该做的动作吗？就知道违反泡林匹克精神。我其实也是准备12年的时候冲刺伦敦奥运会的，随后因为发育期的原因，最后还是退役了。就退役之后很难面对我的发小，我跟他说12年我会去奥运会，你就给我等着吧。结果奥运会开幕了，我看这圣火点燃了，我跟我发小坐在电视机前，把火锅也点燃了。他说：“哎，你咋没去呀？”我说：“嗨，我长大了，那都是小孩玩的。”但说心里话，我真的很想去奥运会。教练说，如果你想去奥运会，你的体重就需要控制在80斤。我现在退役已经快10年了，昨天称了个体重79斤。但我这个年龄肯定是跳不过这些小孩了。咱奥运会能不能设置一个30岁年龄组？30岁正是有水花的年纪，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浪姐。谢谢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小马的表演。喜欢小马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小马。那这个好像是咱们您也好，包括很多运动员朋友也会谈到的一个，就挺难受的一个话题啊。发育观是不是其实除了包括跳水，这不是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对，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体操运动员也是会遇到这种发育期，需要控制一下口水，控制体重，馋了，对我觉得好心疼啊，因为其实有点反人性的一些操作，就是你明明是应该长大，然后发育长高，但是他就什么都要他给你箍在一个小小的壳子里，好像才是好的，就会很心疼小马。哇，共情力好强，谢谢小马老师。不用担心啊，我不是因为就是说饿成这么小的。其实女生好像也都会有经历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受，就是开始发育的时候，然后自己就开始驼背了。会。其实你长大之后，你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以及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当时你就形成了驼背的习惯，心理性的。对，心理性的你会觉得挺羞耻的。然后长大之后，你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驼背又改不掉了的感觉。对，就是好像都会有一个过程。不光是运动员吧。我刚才看，我也是觉得挺心疼的，但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在讲的所谓的拼搏精神啊，这个确实为了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为了什么也好，他确实付出很多。包括我说演员也好，像我们这样的演员啊，不包括你啊，为什么？就是还好点，因为大家对你的外形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是吧？你等会儿，凭什么不包括我啊？你是靠我是偶像剧演员，对，靠脸吃饭的，你知道吗？对，确实，他刚才说他现在79斤，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往79公斤下去。对，每个职业它背后它都得有付出，都得有代价哈。包括你现在你们做脱口秀，没日没夜的弄稿子呀，去开放麦。那肯定很辛苦。脱口秀演员是一群昼伏夜出的人，那就是很辛苦。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是，就是背后他都有这个你的付出，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尊重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行业背后的那种付出，互相理解吧。对，确实是这样。小马讲到猪猪侠的时候，刘仁成，你笑啥呢？有被影射到，而且我这特别像一个跳水的台子，你们不觉得吗？快闪开！快闪开！快跑啊！我以为在暗示我什么呢？脱口秀没有跳水环节。好嘞，那我们这组对决有个结果，我们把巴拉请回舞台中央。
来看看现场观众给巴拉和小马的投票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哦，我们恭喜小马171票。很遗憾，按照规则，巴拉要暂时前往待定区。拜拜，朋友们。你跟一帮优秀的人相处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不足是会被放大。你自己出一个小小的梗都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要学习要走的路真的太长太长了。同时恭喜小马171票，直接晋级。希望回到高处能让你稍微放松一点啊，可能高处你更熟悉一些。我是从7岁开始一直到18岁，然后11年的一个跳水运动员。我主要跳的项目是10米台。大家的发育期都在14、15岁，那懂啥呀？那个时候就是会很责备自己的一个阶段，教练就会说你胖，你所有的你只有一件游泳衣，你在台上，你的身材是没有任何可以遮挡的。你不好意思想了你半年前那个拿冠军的你。然后你半年之后，你可能出来比赛，大家看你就胖了，怎么回事？那就是发育了，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你下了那个领奖台，你就归零了。为啥要归零？我会觉得每个人他拿了任何的成绩，他都是值得，他就是骄傲的。我身边更多的队友其实就是我们很像的，我们不是那个最好的，所以没有人会去给你写报道，会记录你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长大了他就要退役了，就是这种感觉。人怎么会因为长大而告别一个行业呢？单口其实是对跳水一点一点告别，我觉得是用这种方式是挺酷的。我就用我喜欢的方式吧，谢谢大家。黑灯，再开灯，我退役了。